個就係卡納斯啦。呢度呢就係卡納斯嘅遊客服務中心廣場啦，俾你睇睇隔離停車場非常之多車，但係呢，雖然車多，但係冇乜人排隊，所以錯峰測人真係非常之重要㗎。聽導遊話呢度旺季嗰時大概需要排隊個幾鐘先至可以入去安檢㗎。睇睇前面有一個中國郵政嘅嗰種流動服務車啦，呢種服務車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方便咯。有鍾意收集明信片嘅朋友可以即刻去買，寫咗之後可以即刻寄。其實整個卡納斯嘅景點呢係好多個㗎，主要係分山頂、山底同埋山腰沿線都會有好多個咯。首先我哋而家喺服務中心直接搭車去最高嗰個景點觀魚台啦。喺觀魚台上面呢，就可以俯瞰整個卡納斯，所以你想俯瞰卡納斯，冇猜錯，依然係要爬山㗎，好攰啊而家。導遊話呢度大概爬上去有1000幾級啦，然之後喺每個樓級旁邊呢，每隔10級佢就會有樓級數字嘅標記。你嚟睇睇，我大概要爬幾遠？好遠啊！爬到大概有100級。等你哋睇睇而家嘅風景。我而家未爬到上山頂㗎，只係爬到半途中，想休息下，因為真係好攰。好靚啊！下面仲有好多人喺度爬住上嚟。好啦，我哋要繼續向上爬啦。到啦，我哋。大家全野，呢度真係好靚啊風景。下邊仲有人騎馬上山啊！我哋而家上面嗰層睇睇風景，好多人啊呢度，嗰個圍欄已經圍滿咗人。我要去揾個位置影俾你哋睇。我睇到雪山啦，好靚啊，超級靚，靚到好似假嘅一樣。你望望下邊個？其實呢，傳說中呢度係可以睇到蒙古、俄羅斯同埋哈薩克斯坦嘅邊界，但我唔知邊度係屬於佢哋㗎，可能好遠嘅雪山係屬於俄羅斯，可能因為呢度人太多啦，我冇辦法圍住嗰個圈幫你哋俾你哋睇一個全景。我哋而家呢，就沿住另一條路線下山啦，等你哋自己嚟新疆睇下呢度咁好靚嘅風景啦。
我重新排隊賽車嚟到喀納斯湖啦。今次我哋可以換一個角度，非常之近距離咁喺嗰個湖邊度感受下呢個自然風光。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每隔一段時間揾個機會俾自己出嚟感受一下呢種嘅自然風光咯。因為我哋平時生活得其實都比較有壓力啦，做嘢好繁忙，然之後生活都會有唔少煩惱，喺城市度好難會俾自己放鬆得落嚟。但係出到嚟啲咁嘅自然風光，你就會好容易放空自己，俾自己成個人輕鬆落嚟，唔會再諗工作啊，唔會再諗其他嘅煩惱，真係好值得每隔一段時間就出嚟放鬆一下自己啦。我哋而家要去喀納斯最後嘅3個景點啦。呢3個景點呢，其實主要係坐住景區入邊嘅車啦，佢會帶住你沿緊一條路線去，然之後你可以喺嗰3個站點，你中意喺邊個站點落車都可以。然之後喺你玩完之後呢，就喺嗰個站點重新排隊上車咯。時間冇限制㗎，我就有少攰啦，然之後有少都唔係幾想排隊搭車咯，所以我只係喺月亮灣嗰個站點落咗車，然之後其他2個神仙灣同埋臥龍灣呢，其實我冇落有車㗎，我一直都係喺嗰套車度欣賞風景咯。其實成條線路行落嚟都要1個鐘嘅時間啦，所以其實坐喺車度，如果你喺車度坐得好位置，喺車上面欣賞風景，其實都係一件好舒服嘅事咯。終於要去我期待咗好耐嘅禾木啦，但出發之前呢，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今日食嘅早餐啦。我每日食嘅早餐都係住宿酒店提供嘅自助式早餐啦。除咗第一日喺烏魯木齊食得比較豐富之外，其實呢幾日食早餐嘅風格都係一樣㗎。俾你哋睇睇對半切嘅雞蛋啦，一啲青瓜啊、花生啊、雞翼尖呢個係，
辣椒炒土豆。其實我懷疑呢個菜係我琴日晚餐食剩嘅菜，因為琴日晚餐有道一模一樣嘅菜。其實呢間酒店係當地5星級標準嘅酒店嚟㗎，係已經係屬於最好嗰幾間酒店之一啦。但其實佢哋提供嘅早餐都會比我想象中簡單一啲啦，而且佢哋呢啲所有嘅配菜有個共通點就係辣嘅涼菜。其實對於一個早餐食慣咗清淡嘅人嚟講，要食一啲辣嘅同埋涼嘅菜，其實好容易個肚唔舒服咯。所以我呢幾日都係食咗一啲溫嘅米飯同埋熱嘅雞蛋就算啦。其實食咗幾日呢，我都仲唔係好習慣佢哋嘅早餐嘅飲食風格㗎，但係多多少少都要食一啲啦。好啦，我遲啲再同你繼續介紹新疆嘅夜市同埋其他美食。我哋而家睇睇風景先。我哋而家係去緊禾木嘅路上，其實可以睇到外邊嘅草地，其實係結滿咗嗰個雪霜啦，叫。雖然而家係有陽光，但其實溫度係好低下嘅。今日早上7點幾嗰時，我哋出發。其實我哋嘅旅遊車嘅玻璃窗上係結滿咗嗰個雪花㗎，俾你哋睇下圖片。呢張相呢係我剛上車嗰時影啦，但係之後開咗一段時間，太陽出咗嚟之後就嗰啲雪花就慢慢融化咗啦。但睇嗰啲草地呢，仲可以睇到係白茫茫嘅片。你哋睇睇嗰啲牛，好似俾點咗魚一樣啊！你哋有機會一定要自己親自嚟一次新疆啊，因為呢度嘅風景實在太靚，自己親眼睇到嘅風景比視頻影出嚟睇到嘅風景其實真係要靚好多好多㗎。該門了，到了，請您帶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車，歡迎再次乘坐本車。車輛運行中，請站穩扶好。其實禾木係一個好大嘅村莊啦，所以入邊有公交車可以坐。如果你坐到終點站呢，估計都要10分鐘左右啦。而終點站就係你落咗車就可以開始爬上嗰個觀景台啦。而我就選擇咗喺終點站前一個站落咗車，然之後可以行一段路程啦，又唔至於行太耐。沒。第一次見這麼近距離見羊是吧？羊羊過來。追上羊。羊來了。這個羊角好厲害呀！用辣都得用辣都得。11點半，11點30。你擋住。噴氣真係。牛來了，牛來了，牛來了，小牛來了。平均隔1米嘅距離就有一個人問你要唔要騎馬上山。個人建議，如果自己唔識騎馬或者之前練騎馬經驗都冇嘅話，就最好唔好騎馬上山啦。雖然佢哋係會帶住你一齊騎，但係我覺得咁你騎馬上山其實都幾危險咯。自己爬上山其實都係一種樂趣啦。
且其實爬上去嘅路程唔係太耐咯，我爬咗大概20分鐘左右就到咗嗰個觀景台啦，唔算特別難爬，然之後都係可以一邊爬慢慢咁睇睇風景咯。如果真係想騎馬嘅話，其實嚟到觀景台之後，你可以喺呢啲平地呢種係騎一圈咯，但係上山嘅話，其實我個人覺得真係會比較危險咯。前面仲有可以射箭嘅地方，俾大家睇一圈風景。我哋今日唔食團餐啦，去行行布爾真嘅夜市。我哋喺大眾點評做咗一下夜市攻略咯，發現有幾個夜市都比較出名。我哋就隨機嚟咗一個叫四季美食嘅夜市街啦。入去之前係要按照慣例要安檢咯，好似每個景區一樣。不過都 OK 啦，唔麻煩。其實呢個夜市比我想象中冷清好多，因為去過其他好多個城市，佢哋嘅步行街啦、美食街其實係非常非常多人嘅。我哋睇睇有咩嘢食。呢一個大燒餅其實新疆人係叫糯，我前兩日有食過，覺得佢熱果時乾烤出嚟果時係幾好食下嘅，推薦大家試下。呢一檔係冷魚同埋燒烤，仲有其他係手抓飯啦、冷魚同埋大盤雞。其實呢條美食街都幾長下嘅，都有好多間店鋪，但係總結落嚟來來去去其實都係賣嗰幾樣嘢咯。第一個就係水果，第二個係冷魚咯，冷魚有烤冷魚或者係其他做法嘅魚咯。第三個就係羊肉啦，羊肉主要係燒烤方面。第四個就係大盤雞啦，仲有一啲乾果類咯，提子乾啊，仲有唔係食嘅玉石店，仲有可能我哋係因為錯峰出行啦呢個旅程，所以整體嚟講呢條街就係非常少人，基本上每個店鋪嘅老闆都會派人出嚟拉客咯。咁冷清嘅美食街市，雖然話唔使人尾人咁嚟行咯，但係太冷清就感覺冇咗呢種 feel 啊！好啦，我哋而家去揾一間餐廳去食飯啦。我哋喺夜市街外邊就隨機揾咗一間望上去覺得仲算 OK 嘅店鋪啦。嚟到新疆羊肉係唔可以錯過嘅食物。除咗烤羊肉之外，呢度清燉羊肉係最普遍嘅食法咯。主要係有啲洋葱同埋蘿蔔咁一齊燉嗰啲羊肉，但係我本身唔係幾中意嗰種羊臊味，所以我就專門問餐廳攞咗一個孜然嚟食一食就可以辟走嗰啲味。呢度呢就係五道黑啦，其實五道黑即係鱸魚啦，係新疆嘅特色嘅冷水魚，但我個人覺得一般般啦，可能做烤冷魚嘅食法可能會比較好食啲咯。餐廳嘅話我就唔推薦啦，因為我自己食嘅餐廳都唔多，但係我建議一定要大家對比下價錢咯。好似如果你想食冷魚嘅話，其實好多店鋪嘅價格係差好多㗎。呢個係沙葱炒蛋，之前喺團餐食過，覺得好食，然之後再點㗎。呢道菜我覺得係非常之爽口，所以推薦大家試一下。呢餐飯呢就一共叫咗3個菜，2個人食，就一共使咗400蚊。我之前點解一直冇同大家介紹一下食方面嘅內容呢？主要係因為我係跟團嘅，所以每一餐都係基本係食團餐，除咗今日。然後團餐基本上係每一餐嘅菜式都一樣嘅。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大概10個人1圍台，然之後基本上每上1-2個菜，然之後大家就一齊
夾嗰個菜咧就好快就清盤咯，所以冇乜時間影俾大家睇。我又唔可以要求大家要等啲菜上晒我先整，俾我影咗先，佢哋先可以食，咁係冇可能噶嘛，所以就冇影有俾大家睇啦。但每一餐基本上有嘅菜式係咩呢？我講俾你哋聽，羊雜炒洋葱、冷水魚、大盤雞。3至4種青菜，仲有咩呢？羊肉啦，可能係有啲烤嘅嗰種羊骨，然之後炒一啲青菜類。其中有日呢，我哋嘅團餐係話有全羊宴嘅，你睇下呢張圖，其實所謂嘅全羊宴，其實只有2種羊肉咯，其他都係青菜。仲有呢個佢哋話呢個係特色食物咯，係叫丸子湯嘅。其實入邊有咩呢？就係有一啲涼皮類嘅粉，同埋豆腐啦、牛肉啦，同埋幾粒丸子。嗰幾粒丸子呢，應該係羊肉丸子。最後推薦大家幾樣我食到覺得好食嘅食物啦。好啦，關於我第2集嘅新疆旅遊視頻就到呢度啦。我哋新疆旅遊嘅視頻就最後一集，下一集我哋會去吐魯番、大巴扎同埋魔鬼城嘅，記得關注我下一集嘅視頻啦。仲有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啊，拜。